日本航空航天业的创新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一系列颠覆性项目不仅挑战着传统航空理念，更预示着未来出行方式的深刻变革。从划时代的超音速客机到革新性的空天飞机，再到引领潮流的第6代战斗机，日本正以其大胆的构想和精湛的技术实力，在航空领域掀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ZEST 零排放超音速运输重塑洲际旅行，日本正在酝酿一项名为 ZEST 零排放超音速运输的宏伟计划，目标是彻底颠覆洲际航空旅行的格局。这款超音速客机的设计时速有望突破4马赫，这意味着从东京到巴黎的飞行时间将有望缩短至惊人的3小时以内。ZEST 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令人啧舌的速度，更在于其对零排放的坚定承诺。通过采用轻动力空气呼吸式发动机和先进的热管理系统 ，ZEST 有望在飞行过程中实现真正的零二氧化碳排放，这使得日本在全球可持续高速航空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全球环保法规日益收紧的背景下，尽管 ZEST 项目目前仍处于概念和早期设计阶段，其长期目标指向2030年代甚至更远的未来。该项目由日本工程师主导，并与欧洲航空巨头空中客车公司展开紧密合作。然而，一些业内人士对如此大规模的清洁超音速飞行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轻动力和可重复使用的发动机是否真能在4马赫的速度下稳定运行并保持经济性？这究竟是触手可及的现实，还是遥不可及的愿景？如果日本能够成功实现 ZEST 计划，它不仅将以闪电般的速度翱翔天际，更将为极端速度下的清洁飞行描绘出一幅全新的蓝图。Mach 2 Aurora 空天飞机开启近太空探索新纪元。日本的第2代极光计划 Mach 2 Aurora 是由 JAXA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全日空 ANA 联合支持，并与黎明航天公司共同开发的可重复使用空天飞机项目。这款空天飞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像普通喷气式飞机一样从常规跑道起飞，无需传统的火箭或发射台即可抵达近太空边缘。这项独特的能力为卫星运输、亚轨道研究以及货物的快速部署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其类似喷气机的设计，使得每日多次发射成为可能，有望大幅降低近空间作业的成本，并使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活动。Mach 2 Aurora 已经完成了民用超音速试飞，这标志着该项目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概念阶段，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Mach 2 Aurora 项目尤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日本正积极探索将其应用于商业和国防领域。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参与暗示着未来可能开展的卫星物流服务，甚至可能涉足新兴的太空旅游业。在全球目光都聚焦于可重复使用航天技术的当下，日本以其轻量化、可扩展的设计理念进入这一领域，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该机型能否承受反复发射所带来的巨大热应力？相关的监管障碍是否会延缓其最终的推出？尽管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极光2号有望凭借其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使日本在新兴的低地球轨道经济领域挑战现有的竞争者。30FX F3 定义未来空战格局。30FX 又称 F3 战斗机项目，是日本迄今为止最具雄心壮志的战斗机研发计划。作为一款第6代隐形战斗机，其主要目标是取代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的老旧 F2 战斗机，并将日本的空中作战能力推向一个全新的时代。FX 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集成了人工智能、先进的传感器融合技术以及在飞行中控制无人僚机的能力。这些前沿特性使其超越了当前第5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该机型还采用了最先进的隐身外形设计和锡箔材料，并计划重点提升其远距离作战能力以及在高威胁对抗环境中的生存能力。30FX 项目是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的国际合作项目，它巧妙地融合了日本在战斗机设计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欧洲在暴风雨等类似项目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然而，该项目的具体时间表尚未完全确定，预计最早也要到2035年左右才能正式投入使用。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答。如此复杂的跨国合作项目能否按时并在预算范围内完成？如果出现任何延误，日本是否会更加依赖其现有的 F-35战斗机机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 FX 项目最终能够成功实现，它将无疑会重新定义亚太地区的空中力量平衡格局。随着印太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日本自主研发新一代战斗机的举措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亚洲空军力量的对比。30X2 星神日本隐形技术的破局之作。30X2 星神是日本在隐形航空领域取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
作为未来战斗机研发的关键技术验证机，这款飞机于2016年成功首飞。尽管 X2 并非用于实际作战，但它成功地验证了包括3维推力矢量、推力矢量控制、雷达吸波材料以及新一代隐形结构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可行性。值得一提的是，该机型近90%的部件都实现了自主研发，这充分展示了日本在长期依赖外国设计之后，重建独立航空航天产业的雄心壮志。X2 项目还同时测试了先进的航空电子系统和传感器技术，这些研发成果后来被应用于30 FX 战斗机项目。尽管 X2 最终并未投入大规模生产，但其对日本国防战略的影响却是深远而重大的。该机型为第6代战斗机的设计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实证飞行数据，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具备从零开始自主研发现代化隐形平台的能力。分析人士目前仍在探讨日本是否有可能将 X2 的部分先进特性应用于未来的无人航空系统。这款被昵称为星神的飞机究竟是一次孤立的技术实验，还是日本长期隐身能力发展路线图的一个沉默信号？无论如何，它都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证明日本已经能够超越传统的授权生产模式，在航空航天设计的尖端领域实现真正的自主创新。4翼航空 MK5 单座天空巡航者开启个人电动飞行新时代。4翼航空 MK5 是一款引人注目的全电动单座垂直起降 eVTOL 飞行器，其设计目标是满足城市及区域内的个人出行需求。MK5 采用了轻巧坚固的碳纤维框架结构，并配备了多达32个旋翼以及固定的机翼，这使得它无需传统跑道即可垂直起降，并且对地面基础设施的要求极低。根据设计指标， MK5 的预计航程约为160公里100英里，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100英里每小时，使其成为单人通勤或短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这款充满未来感的飞行器在美国奥什科什航空展上首次公开亮相，其简约而极具科技感的设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MK5 最独特的理念在于其专注于个人出行而非传统的大众运输，这种理念与新兴的航空出行及服务趋势高度契合，在未来用户或许能够像现在叫网约车一样便捷地召唤个人飞行器。然而，许多关键问题仍然需要解答，相关的监管体系是否能够及时适应这种新兴的交通方式？严格的安全认证障碍是否会延缓其进入市场的进程？日本政府对 MK5 这类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大胆航空项目的支持，表明其对未来向实用、清洁、短途飞行转型的坚定信心。如果 MK5 最终能够成功投入使用，它很可能彻底改变人们对日常通勤方式的认知。SkyDrive SD-05 飞行汽车，城市空中交通的先行者。SkyDrive SD-05 是日本首款真正为实际应用而设计的纯电动飞行汽车，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验证模型。这款飞行汽车由 SkyDrive 公司与铃木等知名企业联合研发，具备垂直起降 VTOL 能力，并采用了双座布局和紧凑轻量化的设计，其主要目标是满足城市内的短程通勤需求。SD-05 的设计时速约为每小时60公里，航程约为10公里，这使其完美契合高密度城市环境下的出行场景。SkyDrive SD-05 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明确的定位为一种实用的城市空中出租车解决方案。与某些追求高性能或豪华体验的 eVTOL 机型不同， SD-05 更加注重在拥挤的城市环境中提供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目前 SD-05 已经进行了多次公开的飞行演示，进一步验证了其技术可行性。该机型最显著的意义在于日本政府承诺将在2025年大阪世博会之前将其投入实际运营，届时人们有望在真实的应用场景中体验到 SD-05 带来的全新出行方式。尽管这一目标雄心勃勃，但也充分展现了日本将城市空中交通融入未来交通体系的坚定决心。然而，一些挑战依然存在，例如有限的航程、电池效率以及复杂的监管审批流程，这些因素都将直接决定 SD-05 在日常应用中的实际可行性。日本的城市是否将迎来屋顶到屋顶的飞行出租车时代？如果 SkyDrive 的 SD-05 能够成功部署，它很可能成为亚洲首个商业化的飞行汽车系统。930人工智能驱动无人喷气机无人作战的新篇章。30人工智能驱动无人喷气机是日本在军事航空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项目之一。这款单座飞机被设计为一个完全自主飞行的试验平台，它完全依赖于机载人工智能来处理导航、威胁探测以及任务执行等关键环节。这不仅仅是一架遥控无人机，该平台的目标是实现无需人类飞行员干预的实时决策能力。这款由30重工业公司研发的无人喷气机预计将在未来的作战支援行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执行电子战、侦察以及作为有人驾驶飞机的中程僚机协同作战。
该机型计划于2025年进行首次测试，这是日本运用无人系统实现国防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大幅提升作战的适应性。人工智能系统将通过每一次任务的训练来不断提升自身的性能，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人机群的协同作战。这是否预示着日本正着手打造一支完全自主的作战舰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关键将取决于该系统在处理复杂战场环境时的实际效能。如果该项目能够成功实现，这款无人喷气机不仅将能够有效地辅助人类飞行员，更有可能引领下一代无人空中作战战略的浪潮，把 Archer Midnight 城市穿梭机日本城市空中交通的新力量。Archer Midnight 是一款由美国公司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 eVTOL 飞机，但日本在扩大其部署规模方面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企业 Source 计划采购多达100架 Midnight 飞行器，其宏伟目标是在日本的主要城市之间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空中交通网络。Midnight 飞行器专为短途飞行而设计，其航程约为32公里20英里，并具备快速的周转能力，这使其特别适合用于城市至机场的接驳以及市中心至郊区的短途通勤。该机型可搭载4名乘客和1名飞行员，其设计的重点在于低噪音运行和零排放特性，这2点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来说至关重要。日本对 Archer Midnight 的积极引入可以看作是其推动可持续高频次城市航空运输的重要举措。所有目光都聚焦于2025年在大阪举行的关西世博会，届时展示一个可行的城市空中交通系统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大。然而，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监管框架是否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屋顶停机坪、电池充电站以及规划合理的飞行走廊目前仍处于规划阶段。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日本很可能为 eVTOL 的广泛普及铺平道路。尽管 Archer Midnight 是一款外国制造的飞机，但它有望成为日本天空中越来越常见的景象，从而悄然改变城市在交通拥堵之上的互联方式。其新明和 US2 全球顶尖的水上救援力量，新明和 US2 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卓越的2栖飞机之一，其设计宗旨是专门用于在恶劣海况下执行搜救任务。这款由日本新明和工业公司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研发的机型，能够在高达3米10英尺的海浪中安全起降，其卓越的性能远超同类其他飞机。US2 的起飞距离仅需280米，这使其在偏远或受限的环境中执行任务时显得尤为高效。凭借超过2800公里的航程以及搭载20多名人员的能力， US2 在军事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都展现出了非凡的价值。US2 完美地融合了尖端技术与基础的坚固耐用性，其在起降阶段采用了先进的边界层控制技术来增强升力，配备了现代化的电传操纵系统，并搭载了强大的涡轮螺旋桨引擎，这使得 US2 能够在其他飞机无法作业的区域执行关键任务，例如在公海或遭受自然灾害的偏远岛屿。其卓越的性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价格和政治因素的考量，相关的出口谈判进展较为缓慢。然而 US2 独特的任务配置和极高的可靠性使其成为海上救援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资产，充分彰显了日本在专业航空工程领域深厚的积累。6. 川崎 P1 日本自主研发的海上巡逻利器。川崎 P1 是日本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海上巡逻机，其设计目标是专门用于执行反潜作战、海上监视和侦察等关键任务。与许多由商用飞机改装而来的巡逻机不同， P1 从一开始就完全根据军事需求进行设计。它搭载了4台低噪音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兼具远程作战能力和出色的静音性能，这使其在追踪隐蔽性极强的潜艇时尤其具有优势。P1 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套件，包括磁异常探测器、声呐浮标投放系统，以及能够在汹涌的海面上探测到小型水面目标的雷达系统。 P1 不仅仅是一个传感器平台，它还配备了包括鱼雷、深水炸弹和反舰导弹在内的全套武器系统。川崎 P1 最独特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引入了光纤光控飞行控制系统，这是全球首个应用于现役军用飞机的此类系统。该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电磁干扰，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尤其在传感器密集的复杂环境中表现出色。目前 P1 已经投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现役巡逻任务，并经常出现在与盟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中。随着印太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 P1 持续静默且高效的海域监视能力正展现出日益显著的战略价值。或许在未来，它将吸引那些正在寻求替代老旧 P3 巡逻机的盟友，时间将会给出答案。5川崎 C2 日本战略空运能力的飞跃。川崎 C2 是日本最先进的军用运输机，其主要目标是取代老旧的 C1 运输机，并填补日本在战术空运与战略运输能力之间的空白。
与许多基于民用设计改造的运输机不同 ，C2 完全是从零开始研发的，旨在满足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特定需求。川崎 C2 采用了高翼双发的设计，能够搭载超过36吨的货物，包括主战坦克、直升机或大型军事装备，并且可以飞行超过8000公里的距离。其巡航速度约为每小时890公里，这一速度甚至超越了同类运输机，例如美国的 C130，并且在某些性能指标上甚至优于 C17。除了强大的载重能力外 ，C2 在飞行稳定性、先进的航空电子系统以及短距离起降性能方面也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该机型专门为应对从自然灾害救援到全面作战部署的各种作战环境而设计，使其成为兼具军事和人道主义使命的灵活工具。日本已经将 C2 部署到中东地区执行支援行动，并参与了国内的自然灾害救援任务。这充分验证了其超越设计图纸的实际价值。某些国家是否会被 C2 的独特性能所吸引，从而寻求现代化的重型运输机替代方案？目前已有若干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初步的兴趣，但日本一贯较为保守的出口政策限制了所有可能的合作。无论如何，川崎 C2 运输机标志着日本在独立自主的后勤投送能力方面实现了一次重要的飞跃。4. 斯巴鲁贝尔 UHX-2 实用至上的现代化通用直升机。斯巴鲁贝尔 UH-2 又称 UHX 是斯巴鲁公司与贝尔德士隆公司为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研发的现代化通用直升机。R12 是在成熟的贝尔 C12 平台基础上进行深度定制的，以满足日本军方的特定需求，包括升级的航空电子系统、更强劲的发动机以及结构上的强化措施，从而全面提升了直升机的安全性与性能。作为一款多功能平台， R12 承担着关键的任务，包括人员运输、物资转运、搜寻救援以及灾害响应等。与仍在服役的旧式旋翼机相比 ，UH-2 更加注重维护的便捷性和运行的可靠性，未来几年将加速投入量产。R12 的卓越之处并非在于令人炫目的先进性能，而在于其出色的实用性。其坚固耐用的设计和广泛的任务适应性，使其成为日本自卫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主力机型。此外，该平台还蕴藏着向民用领域转型的潜力。它是否能够在日本民用市场承担海上物流或消防等任务，斯巴鲁公司的制造参与暗示了其对扩大生产规模的兴趣，而 UH-2 继承自贝尔的国际血统，也为其出口打开了大门。然而 UH-2 的影响力或许更多的体现在其低调的可靠性而非惊艳的技术创新上。它并非一款革命性的产品，但它恰恰满足了日本替换老旧机队、采用可靠现代化系统的迫切需求。3. 本田 Jet Elite 2重新定义轻型公务机。本田 Jet Elite 2是日本在全球公务航空市场上最成功的机型之一，它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卓越的性能重新定义了轻型喷气机的标准。这款由美国本田飞机公司生产的机型采用了创新的翼上发动机悬挂设计，通过这种独特的布局，有效地降低了飞行阻力，扩大了客舱空间，并显著提升了燃油效率。其巡航速度约为每小时778公里，485英里，续航里程超过2600公里，能够轻松实现亚洲区域内的直飞或美国境内的跨洲飞行。升级版的 Garmin G3000 飞行驾驶舱配备了先进的自动着陆和自动油门系统，这不仅显著降低了飞行员的工作负荷，还将飞行安全标准提升到了同级别飞机的新高度。本田 Jet Elite 2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在舒适性和卓越性能之间实现了完美的平衡。其客舱比传统的竞争对手更加安静和宽敞，最多可容纳6名乘客，内饰豪华且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本田精湛的工程文化体现在诸多细微但至关重要的细节之中，例如最大限度的缩短维护停机时间，进行空气动力学优化，以及广泛应用尖端材料。尽管本田最初并非以航空领域而闻名，但这款喷气机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这种认知。它是否将推动日本进一步深入高端航空领域，或者激励其他日本企业效仿其成功模式？目前看来，本田 Jet Elite 2堪称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品牌成功的进入并重塑了私人喷气机行业。2. MMC-YS11 日本航空工业的里程碑。 MMC-YS11 在日本航空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二战后日本首款，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款完全由日本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商用客机。这款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由日本飞机制造公司于1960年代研发，其主要目标是重振日本国内的航空航天产业。S11 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短途区域航线的需求，并迅速获得了亚洲、美国以及南美洲航空运营商的青睐。该机型总共生产了超过180架，一度成为日本在全球航空市场重返工业强国行列的象征。尽管 YS11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机身尺寸和整体性能方面，它始
终落后于西方国家制造的同类飞机。复杂而繁琐的维护计划，加上不完善的出口服务体系，以及来自福克 F-27等喷气式飞机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 YS-11在许多国家的机队中提前退役。然而，仍有部分 YS-11一直服役于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直至2010年代。S-11的经验教训是否会在日本未来的支线飞机项目中重现？鉴于目前可持续短途航空的复兴趋势，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尽管 YS-11如今已被视为一款过时的机型，但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里程碑，它确实为当今日本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川崎 O1 忍者，日本自主研发侦察直升机的先驱。川崎 O1 忍者是日本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侦察直升机，于1990年代问世，旨在替代老旧的 O6 直升机。其设计重点在于提升隐身性能，通过降低雷达和红外信号特征，以及采用串列座舱布局，优先保障在有争议空域的生存能力。OH1 搭载了静音的双引擎，并配备了现代化的航空电子系统，其主要任务是执行侦察、目标标定以及有限的指挥控制任务。作为同级别直升机中的技术标杆， OH1 展现出了卓越的机动性和精准度，但其总产量仅约为40架，远低于最初的预期。究其原因，主要包括高昂的生产成本、缺乏有效的出口渠道，以及全球范围内向无人航空系统转型的趋势。随着无人机在运输和监视领域日益普及，日本削减了对 UH-60J 等多用途平台以及新型无人机的投资资金。尽管产量有限， OH1 仍然被视为日本航空航天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具备设计、测试和部署隐形旋翼机的技术能力。O11的部分先进技术元素是否会融入未来日本的混合式无人机直升机系统中？或许如此，时间终将给出答案。若您对此深感兴趣，请为视频点赞、留言、分享最令您惊叹的机型，并订阅频道获取更多未来科技与航空深度解析。别停下脚步，点击屏幕上的下一期视频，继续探索塑造未来天空的创新科技。